中印开战前，耿彪派人连夜翻墙叫醒印外交官：“醒醒，我们要反击了。”1962年，耿彪竟派人连夜给印外交官带去了一句话，这让那名外交官很是惶恐，因为他知道这意味着中印大战一触即发。可耿彪为何会选择深夜送话呢？1910年，英国开始推行所谓的战略边界，派遣多支远征队非法进入中国进行勘测，并且私自划定了所谓的麦克马洪线，将原本属于中国的9万多平方公里土地划归英属印度，但我们一直没承认过这条线。可当印度赶走英国殖民者后，他们却坚持麦克马洪线是合法的，从而与中国在边境问题上一直产生着摩擦。在1950年到1960年，印度军队曾先后多次侵犯我国领土，直接导致了两国关系开始紧张。可面对印度的连续挑衅，我国始终希望能通过对话的方式解决问题，避免冲突升级。尽管中国坚持和平解决争端，但印度却认为这是懦弱的表现，直接强占了我国的领土，最终导致了1962年的中印边境发生战争。那么印度为何敢如此的有恃无恐呢？印度之所以如此强势，一方面是因为美国和苏联等国家在对待亚洲局势时对中国的敌视态度。经过朝鲜战场的较量之后，美国便开始以各种手段打压我国。而中印边境问题的存在，则让美国看到了遏制中国的一大契机。美国政府开始向积弱的印度提供大量经济和军事援助，于是有了老美的撑腰，印度就开始嚣张了起来。另一方面，当时中苏关系因为一些政治分歧逐渐开始恶化，苏联为了遏制我国，竟然拿中印边界问题大做文章，并同样给予了印度大量的技术和物资援助。再加上印度武力收复了果阿、达曼等地，赶走了葡萄牙的殖民者，进一步让印度政府自信心膨胀。所以印度政府开始变得无比自大，在处理中印边境问题时，气焰也是越发嚣张，多次在中印边境主动挑起武装冲突。到了1962年，这种现象更是明显，于是才有了后来的冲突爆发。但为何耿彪会在开战前连夜派人送出这样的一句话呢？对印自卫反击战前，耿彪连夜派人给印度大使馆送话，原因到底是什么呢？中央下达了对印作战的决定后，周总理罗瑞卿等人就开始了紧锣密鼓的战前部署。罗瑞卿又找到了了解外交工作的耿彪一起商谈，最终做出了一个详细的开战计划表，其中最重要的一步就是给印度下达战书，这个是国际惯例。但是我们既要让印方在开战前收到这封照会，又不能让对方察觉到我们的军事意图。经过周总理的严密计算，最终决定在10月19号的深夜，开战前的一个晚上递交照会。当晚，因为印度驻华大使当时不在北京，工作人员只能寻找印度代办。等工作人员赶到的时候，这位印度代办正已经睡着了，任凭怎么敲门也叫不醒。对此，耿彪只好下令翻墙，这才顺利见到了印度代办，这才将这位大神叫了起来。耿彪也顺利将文件交给了印度代办。经过周总理、耿彪等人的苦心部署，我们既向世界展现了大国风度，又取得了军事先机。而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解放军更是在1个月内奠定了胜利，打出了我军的风采，又一次让世界认识到了中国。